当地时间3月25号，洪都拉斯外交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与中国台湾断绝官方关系。3月26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在北京与洪都拉斯外交部长雷纳举行会谈，并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目前，中国是洪都拉斯的第2大贸易伙伴。秦刚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洪关系发展，请雷纳外长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卡斯特罗总统的诚挚问候。中方欢迎卡斯特罗总统在建交后尽快访华，同习近平主席共同擘画两国关系蓝图。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洪方做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决断，加入世界主流，这完全符合洪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也是选择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和绝大多数国家一边。中方高度赞赏洪方对中洪建交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秦刚强调，建交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洪关系一定会起好步、开好局，迎来美好的未来。雷纳首先转达卡斯特罗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卡斯特罗总统很高兴应邀访华，洪中建交开启了两国关系新时代，走出了历史性一步，将极大造福两国人民。洪方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深表钦佩，承诺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两国关系，全速推进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在多边领域沟通协调，实现互利共赢。洪方已撤回驻台大使，将尽快宣布废除同台一切官方协议。签署联合公报后，双方握手并合影留念。随后，两国外长共同举杯庆祝这一历史时刻。洪都拉斯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世界上将近200个国家当中，有180多个国家跟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洪都拉斯与中国建交以后，对于洪都拉斯本国来说，对于它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洪都拉斯在国际政治在地区和国际政治当中的这个影响力，会是加分的作用。外交部部长助理、新闻司司长华春莹在推特上回应称：182 vs 13，这是全球民心所向，也是历史大势所趋。华春莹表示，洪都拉斯政府选择同世界上181个国家站在一起，承认并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这是顺应大势、合乎民心的正确抉择。实际上，洪都拉斯这次与中国大陆建交十分迅速。3月14号，该国总统卡斯特罗在推特上发文，表示愿与中国大陆建交。美国《纽约时报》认为，洪都拉斯的决定是对台湾的打击，也是美国通过在中美洲的影响力，协助台湾避免被孤立的一次挫败。事实上，包括洪都拉斯在内的拉美地区国家都是美国门罗主义的受害者，被美国视为自家后院。实际上，在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去年当选后，美国就派要员前往施压，禁止他兑现与中国大陆建交的选举承诺。在本月中旬，卡斯特罗再次在推特上表示愿与中国大陆建交的想法之后，美国国务院立即派出拜登总统的美洲事务特别顾问多德赴洪都拉斯施压。当时，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洪都拉斯靠近中国大陆，但很显然，美国的图谋再一次挫败了。观察指出，美国政府的施压很可能起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例如，去年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出席卡斯特罗的总统就职典礼时，按照美国外交传统，这又是一次胡萝卜加大棒之旅。但令洪都拉斯舆论不满的是，当时哈里斯的代表团人虽然很多，但伴手礼却十分寒酸，只有不到200万美元。洪都拉斯离美国这么近，从来没有看到过美国怎么样在经济上来帮助洪都拉斯人民。所以说，尽管美国极力的阻止，但是洪都拉斯呢仍然坚定的选择与台湾当局断交，与中国大陆建交。那实际上我相信，就是国家利益是洪都拉斯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近日本在冲绳县举行了一场居民避难兵推，背景设定为当台湾有事，美军介入，冲绳沦为前线战场，该地区需紧急撤走包括观光者在内的12万人。此外，日方还加紧了冲绳及其周边的军事部署。前不久，日本方面还规划预算采购最多400枚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以获得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里所谓的敌，显然是在针对中国大陆。
日方在这样一个它所谓西南诸岛这个方向，也就是包括冲绳岛、群岛啊，特别是石垣岛等等这样一些距离中国大陆和距离台湾岛都非常接近的这样一些战略要地，去加强包括导弹部署等等这样一些军事的部署和一些应对于未来战争的这样一些准备。那么这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所谓的兵棋推演，那么它实际上也是去服务于这样一些现在这样一些日方在这一区域进行实战准备的一个战术的一个需要。对于日本政客以所谓地理邻近作为介入台湾事务的借口，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24号与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博会面时表示，维护和发展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两国间复杂敏感问题，希望日方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尤其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防止两国关系受到根本性损害。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中国和洪都拉斯宣布建交，您是如何看？海外媒体如何评说？中国和洪都拉斯建交呢，是最近几天国际关注的焦点。其中呢有3个方面的原因：一呢是洪都拉斯先与台湾断交，接着呢与中国建交，背后坚持的原则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呢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呢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完整含义，也是顺乎大势、合乎民心之举。而是美国呢曾派总统特使多德前去洪都拉斯游说，劝阻洪都拉斯呢不要弃台投中，但是呢以失败告终。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得到了更多国家的认可，也意味着美国霸权在逐渐的式微。即便呢是被称作美国后援的中美洲国家，也不一定听从美国的，会按照自己的利益和国际标准来进行独立自主的制定外交政策。3呢是洪都拉斯果断与中国建交，也意味着美国拉帮结派的民主阵营开始撞南墙，说明呢以意识形态划分的小圈子是虚无而且乏力的。对于中洪建交，海外媒体呢有广泛的报道和评论。美国 CNN 说，中国建交对努力举着民主旗号避免被孤立的台湾来说是当头一棒。中洪建交再次宣示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洪都拉斯呢承诺不再与台湾进行任何官方往来，强化了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涵。英国卫报说，中洪建交是在中美关系日渐紧张的时候发生的，其中呢也包括对台湾问题的不同认知。洪都拉斯认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台美来说可能都是一种挫败。法新社说，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宣布与台湾断交，随后即宣布与中国正式建交，这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又一次挫败。对于中洪建交，美国国务院攻击中国经常做出承诺，但不一定兑现承诺。白宫前国安顾问奥布莱恩窜台时还鼓噪台湾人都要学会使用 AK-47。那您是如何来看美国政客的反应？美国呢是见不得两岸关系向好的，只要两岸交流有一点好的迹象，美国马上就会捣乱，会挑拨离间。今年以来啊，两岸交流在快速的增加。年初呢，台湾的农渔产品更加便利的输入大陆，刚刚开始的小三通呢，也在快速增进两岸人员的流通。加上台湾民众对美国的所谓西方台湾越来越怀疑，进而呢促使台湾人调整心态，对谁才是台海和平的障碍有了更深的认识。那么从政治上讲呢，两岸的交流也都展开了。国民党副主席此前到大陆的城市走访，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也将到中国大陆祭祖，率领台湾青年到大陆访学。洪都拉斯与台断交，与中国建交，这也不仅意味着美国干预失败，也向世界再次宣示了一个中国的完整内涵。这就让美国忐忑。